说，啥说？哎，怎么才来呀？热死我了！哪想早来了？我白天赶过来的。你带热乎着了吗？怎么热乎着？报告，是的，我之前都没发现。这古老干果然多好吃，好吃你多吃点。 你说咱家咋把日子过成这样？是靠热乎的，还是等到半夜？我白天想了一下，不能在这待着，赌一把，还是得跑出去，至少得跑出东平。明天我就走。你疯了吧你？你要往哪儿跑啊？你想都别想啊！满东平警察通缉你呢，满大街摄像头，你顶个红毛你往哪儿跑？就算警察抓不着你，那让他们抓着你。 要是他们，你能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谁呀？不是，是你说前两天你跑的时候有别人追你。说，我能信你吗？你啥意思啊？你不信我，你信谁呀？那你告诉我。 这两天有没有警察来找你？或者其他的调查矿难？警察找我干啥？他调查啥？这矿难已经定性了，安全生产事故，他还查啥呀？还说有没有人找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耳朵聋了没有？那我跟你交个底儿，说，矿难不是意外，是人为的。我有证据，证据我都给出去了。你有啥证据啊？你给谁了？把证据？那你给出去了？ 你有下文吗？联系你了吗？他们怎么联系我呀？我现在被东平公安通缉，所以我才问你们有没有人来找你，有没有人来找你？操！所以我说你就是傻，你不动动脑子，你就那么信那帮穿制服的呀？他们净说漂亮话，哪一件事兑现了？张文清啊，张文清被救出去了。你爸呢？该判不是还判了？有啥用啊？ 你也说了，是人为的，那你笨心思，他们连人都敢杀，啥事干不出来呀？他们就是为了要光。那这个他们是谁呀？你告诉我嘛！我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我现在就想这个事儿赶快平平安安的过去。谁打的？没事。您好，请不要挂机。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Please hold on. The subscriber. 谁给你打的？他们给你打的，不是你跟他们都有联系，你就不能告诉我他们是谁吗？我就是不能告诉你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死都不知道咋死的。你当初要听我的，痛痛快快把这矿卖了，能有矿难吗？能死人吗？ 你至于在这儿有家回不去？卖矿这两个字，我是不是说过？你不能跟我提，你敢提卖矿，老子弄死你，信不信？谁老子的？我是你叔。你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，多吃点核桃，不用脑子。哎，陈总，
哎，洪亮不是一起吗？怎么没来啊？我请问一下啊，你这个设备不错，是刚出的吧？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，我见过。我们东平没有，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。两个小同志啊，你们是市一部的吧？这个你也知道？哎，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。我请问一下，怎么称呼两位？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只是方便咱们沟通。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，我叫罗世新，您叫我小罗就行。哦，小罗。这位，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。看上去年纪都不大，30出头，副科了哈。年纪轻轻的，就是原额检察官。挑大梁，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，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。孙局，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是江南市人。哦，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，那咱们算半个老乡。是啊，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，是吧？对，那咱聊聊正事。嗨，正个事儿。小罗啊，是这样，其实审讯的本质呢，就是沟通。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，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这你们领导都没教过你们。行了，孙飞，咱别在这绕来绕去了啊！这里不是你的公安局分局，所以你收起你的官腔的那一套。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呢，就是老实的配合我们的审讯。小罗，你和小张，你们放心啊，你们该问什么，你们就问什么，我一定配合。行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。护照？什么护照？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3本护照，并且都是假的，怎么解释？哦，你们是说这个事儿？这个，不归你们负责吧？你们不是市一部吗？这样吧，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，让他们来调查，好不好？我呢对他们一定会知无不言的，啊，你看看你们2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，你像蓝书记啊、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，好吧？进。蓝书记，有急事啊！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孙飞、江红军被谁带走了？具体我也不清楚。咱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，拿着省厅出的函，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。这次是公安和检察联合行动，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升了级又回来了，冲着万海案来的。郑亚萍已经去过监狱，见过万海了。早就跟你们说过，用人要谨慎。万海案、乔振兴案，都交给孙飞去办，你就那么信任他？蓝书记，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，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，我还得追着他屁股。来向你道歉的。
知道。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，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。对不起，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，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。我不接受你的道歉。我也清楚，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，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，我们查清了事实，还你了公平正义，恢复了你的名誉。我们保证，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，争取不再办错案。你们请坐。我来说两句吧。哎，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，我很欣慰，也很振奋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同志们不怕困难，艰苦奋斗，取得了重大的进展，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。但是，我也要提醒同志们，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，要注意一分为二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，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，不能倒洗澡水，把孩子也倒掉了吧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，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。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？这对于我的人格、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。你扰乱法定秩序，你罪上加罪。你作为黑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，跟万海非法勾结，利用有组织的暴力、威胁、欺行霸市、强买强卖。对不住，不能再为你辩护。如果我张文金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，你们这么做没问题。但是我什么都没做，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。当时你们在做什么？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，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，对你进行赔偿。李检察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？是谁在栽赃陷害我？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？你弄清楚了吗？没有，是吧？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？给的我什么公平？还的我什么清白？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？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？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。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？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，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你给我道的什么歉？万海案办了2年多了，只要事实基本清楚，证据足够充分，那该诉的就要诉，该判的就要判，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，裹足不前呢，是吧，张姐？啊，对。指导小组嘛，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。至于这一类案件，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。那我想，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？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，这个很重要。江副主席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。好事啊，
要快办，案子尽快有个结论，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呐。怎么可以这样啊！张姐、孙政委，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，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！张姐，亚平同志，先不要着急，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，你应该清楚，像这样的立案汇报，我们应该只讲事实，不说疑点。但是你还是没忍住，你说了很多疑点。张姐，我知道要小心求证，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。这样，我回去做张文京的工作，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。亚平同志，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所以，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吗？张文京的案件，我还是要提一点，你可以去找他，但不是做他的工作，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。张文京想要做什么，他想怎么做，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的。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。我们是检察官，程序的公正很重要，懂了吧？明白。还有就是谢鸿飞，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，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。黄组长，哎，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。哎呀，二位领导，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，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。看了，哦，哦，东平市殡仪馆烧尸工雷广发失踪这个事儿，我们指导小组需要跟进一下吗？这个东平市公安局正在办理，我们可以等一等。明白。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，这个报告出来了吗？那请问，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，这个事情，我摸还是不摸？亚斌同志，洪亮同志，回东平的路上注意安全。好的，领导。师兄同志，第一场雨。怎么样？哎，你来看看你这个2颗西红柿长得挺好的，啊，师兄同志，我得跟您汇报一下，
我对这俩宝贝儿，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，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，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哎，你看看我这个，你看看，哎呦，我这个呀，也就隔3差5浇点水，光浇水，哎，一点肥没上啊？没有。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？是啊。哦，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。所以啊，有些事情啊，你管多了，未必是好事。徐文同志，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，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，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，政治站位很高，都学习到很多。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，可能是有点尖锐啊。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，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，也把它想复杂。您点拨点拨我们。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，想简单了。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，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，想复杂了。东平自己的案子啊，还是让东平啊，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，自己交啊。就像我那几颗西红柿，我没管它，它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，下周就可以吃了吗？哎，你下周在吗？我应该在。我再跟您汇报一下，明天一早我还得回上几天，指导组还没来，所以有个收尾。这样好，善始善终嘛。哎。谢谢。这是你女儿吧？来，为我们江大检察官干杯！干杯！你这喝多了也不上脸，也不走肾。这是你要的照片。你上次接的那个酒店坠楼案，就是因为他。通过他真的能接近江源吗？她是江源的独生女，通过她，是接触江源最快的方法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些什么？是您叫的车吗？师傅，您能掉个头吗？不行啊，这边有拍照，不好掉头。我朋友喝多了，他在那个里面。你让他走过来吧，要不然你扶他一下。他已经吐了，他走不了路了。你不过来，我过去。拿把伞把他扶过来不就行了吗？可是我没有伞，你就掉个头不行吗？我这后面咱还有很多呢。
律师任天宇，混蛋律师？他就是那个把你怼得哑口无言那个律师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被他怼得哑口无言？好，你没有哑口无言，你最厉害，棒棒的。那当然了，我才不会哑口无言。但我觉得他长得还挺帅的。既然你这么讨厌他，肯定不喜欢吧？我才不喜欢他呢。那我追他了。小志，你也不许喜欢他。小气吧？知道了，赶紧躺好，别一会儿脱身。乖，这样才对。混蛋律师在法庭上把我说的哑口无言，哑口无言。这不能还喝那么多。别吐我身上。今天我向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新加入我们公司的任天宇任律师。任律师从耶鲁大学的法学系毕业以后，又在国内的顶尖法学院攻读了博士，也是前不久才刚刚来到我们新州市的。任律师刚来就拿下几起漂亮的案子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我刚刚来到新州，对这边还不太了解，运气好罢了。以后啊，还得请各位前辈多多提携。任律师太谦虚了，您一回来就拿出一份 CBD 商业计划书，吴总都对计划书赞不绝口，看来是有备而来啊。据我所知，在新州市，对 CBD 有同样想法的律所不下于5家。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跳出个人圈层，占领资源高地的话，很快，我们的优势就会丧失。没想到任律师还是一位具有投行思维的律师啊！吴总和我都认为，任律师的 CBD 计划会给我们律所带来更高的估值。话不能说得太早，这还要取决于任律师能否完成对赌协议。我这个人做事呢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不留余地，不给自己留，也不给别人留。醒了。妈，你今天没出去啊？我到哪儿去啊？我出去了，怎么见我的宝贝女儿呢？妈有事问你，听说你昨天溜出去了？哎，你妈的意思是说呀，你是不是被那个姚真叫出去面试去了？面试？哦，对，我昨天被姚真拉出去面试了。老婆，吃饭吃饭，哎，吃饭吃饭。闺女，坐，吃饭。到哪儿去面试了？去姚家呀。我昨天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姚真亲自来家里接的文静。你让他自己说。啊，你自己说。我去姚真家面试时尚编辑。时尚编辑？时尚编辑。你看咱闺女多会穿衣服啊！我就认为我闺女呢特别适合做这个时尚编辑，时尚。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挺奇怪的，这面试为什么喝醉了酒回来？啊，喝酒，你不是说
姚真拉着你去喝酒庆祝的嘛？庆祝，面试成功了。那是，您女儿出马有什么办不成的事？咱闺女优秀。恭喜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情愿去姚家做那个什么时尚编辑，也不愿到公司来帮我。妈，不是您说让我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吗？姚家比我们家还安稳呢。那要安稳还是检察官更安稳？我说过不许当检察官。哎，对，你妈主要是怕你太辛苦太累了。其实孩子找一个国家机关也比较稳妥可不可以闭嘴了啊？从你进来到现在，一直帮他打马虎眼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啊，这遇到事情就是护着，你们俩有完没完呢？有没有人去？说什么呢？大声点！我说在这个家没人权。文静啊，让他说，说就说，您就是霸道专横、无理取闹，在这个家您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凭什么呀？我跟我爸是人，又不是你手里的遥控器。我霸道？我为家做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，为了你爸？对，你妈很辛苦的。好，今天我把这个话撂着。检察官的事情，你想都别想。对，其实孩子他也不是这，是不是天生的？干嘛去？你不吃了？气饱了。他什么意思？他说他气饱了，就是被你惯的。你也不吃了？我也气饱了。都气饱了，我得吃饱，吃饱。张文静就是要考检察官，谁拦着我都没有用。大不了我明年再考，就不信我考不上。怎么样？对这儿的环境还满意吧？你安排的，我都满意。刚才那些人的话，不用太介意，也千万不要有压力。我是来跟你完成对赌协议的，他们怎么看我无所谓。其实你早就有攻陷 CBD 的计划，没有往下进行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瓶颈？有备而来啊！连我没有公开在年度报表里的计划你都知道。知己知彼，不留余地。不留余地。其实我刚才就想问你，不留余地，为什么不留余地啊？为什么要留余地呢？幼儿园的时候，老师就教我们玩抢凳子的游戏，挤掉旁边的人，不留余地。而留余地只有两种后果，一种是被消灭，还有一种就是从头再来。从头再来需要时间，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啊，平静是吧？戴蒙珠宝的魏清明，还有九泰集团的江源，这两块骨头可不好啃。你要是能帮我撬动他们，我可要对你刮目相看的。任略，戴蒙珠宝的魏总到了。这么快？刚刚不是说了吗？我没那么多时间。许多要求不太方便在你的律师事务所提出来，所以把你请到这儿来了。保财产还是保孩子？哎呀，我还真以为任律师像传闻那样无所不能呢。不是不能，而是我帮你拿下这个案子，你把你的法律顾问请走。
严律师果然直爽啊！来说说你的离婚诉求吧。财产、孩子，我都要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爸啊，我妈呢？上班去了。上班去了。宝贝儿，刚才是不是也生老爸的气了？当然生你气了，不过先原谅你1分钟。闺女大方。不过这1分钟够不够你说事儿的呀？爸，你再这样我真生气了。行了行了，不逗你了，说吧，啥事儿？这伞哪来的？这是你昨天晚上带回来的呀。我还奇怪了，从哪儿弄把伞回来，宝贝的跟啥似的，抱在怀里就是不撒手，我怎么拽都拽不过来啊。有这事儿？当然了，你还想抱着它睡觉呢，把床都差一点弄湿了。我觉得很奇怪，这把伞子那么重要吗？那什么呀？这什么事？娟儿，这把伞你见过吗？听说是我昨天晚上拿回来的。提醒你几个关键词：混蛋律师、哑口无言、语重撑伞，还有你不喜欢也不让我喜欢的人。哑口无言。伞给你们吧，我不用了。这个混蛋律师想干什么？竟然给我撑伞！有问题，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！说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啊，不会是想要贪图我的美貌吧？喂，这儿。还回味呢？为什么呀？当早上嘛。有志气，我支持你。等我带你放松放松。今天不去了，昨天喝的我现在头还疼呢。头疼才要放松。我现在接你，20分钟必须下楼。挂了。哎，不是。人家也是好意嘛。我说你不是开玩笑的吧？还考啊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当检察官是我毕生的梦想。我看你现在就处在叛逆期，干妈不让你干什么，你偏得干什么。再说不是明年的事情嘛，急什么？喂。哦。好。好。好，谢谢啊。姚真，我明年不考了。什么电话这么神奇啊？让人想通了。我考到了！恭喜我的宝贝，我的检察官。真儿，谢谢你啊，一直陪着我。哼。我很虚荣的好吧？我要出去吹嘘，我要跟别人说，我的好姐妹马上就是检察官了。
一定要去。哼，你比我还虚荣呀！哎，要不然我们出去庆祝一下？哎，你马上就要当检察官的人了，能不能谦虚一点，淑女一点，温柔一点？对啊，淑女一点。要不然我们出去小酌一杯？小酌一杯？哎，这些手续全部办完之前，千万不能让我妈知道。下面我宣布一下各个部门的人员分配名单。会议结束后，跟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回去了解一下接下来的相关工作事宜，领取工作服。千万不要让我跟着这个冷面神啊！千万要把我分在于检察官属下，千万千万。沈墨，你们分配到第6检察部。严律到。江文静，江文静到。你们分配到我这儿。刘飞宇、赵小飞，你们分配到第8检察部。只要能穿上这身制服啊，一步就一步吧。陈不信你也在啊？哇塞，严律，你穿这身制服也太帅了吧，简直可以去拍检察院的宣传片了。你也穿上试试？我一会儿就穿。尹处，尹处。你自我介绍一下。你们好。你好。你好。我叫潘小黎，是尹处的助理。日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。今天下午没有什么正式安排，你们可以熟悉一下工作环境，学习一下规章制度。明天上午潘小黎会带你们进行一下岗前培训。是。是。检徽代表着国家的利益，代表着法律的公平公正，所以不能有半点偏差，要正。明白。潘检察官，我太佩服你了。佩服我什么呀？你不觉得冷吗？冷？不冷啊。你要冷的话，我给你开暖风。啊，不用。我是说呀，尹处的眼神能冷死个人。于检察官，于检察官，我通过面试了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啊，恭喜你。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，成为一名优秀的检察官，为公平正义做贡献。不过现在离我的理想还差那么一点。什么意思？如果能跟着您的话，我的理想就全部都实现了。你知道检察院的人是怎么评价尹处的吗？他们说他是铁面无私，不近人情，但是所有跟着尹处工作过的人都承认，只有跟着他工作，进步才是最快的。我相信你很快会感受到这一点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那我先走啦。这么不稳重，真不像个检察官。新人都这样，你刚来的时候不也这样吗？我才没有呢。这是魏清明妻子钟颖的资料，还有他和他母亲的病历，这应该对我们有用。行，你先去吧。啊，对了，
帮我在法院附近租套房子，离检察院也别太远。已经找好了，资料发到你邮箱了。等你确认后，我就把那1层楼2套都租下来，清静。晚了，走，我们回家。不对呀，这道擦干净一点。哎，还没走啊？啊，你回来啦？那我回去了。哎，别，我正好跟你说一下王伟那个案子。不是说了在家里不讨论案情的吗？哎，不需要避嫌。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可儿她是个孩子。哎，可儿，回房间休息5分钟，爸爸跟干妈说点工作上的事。好。现在抓到的这些人啊，都说自己是给王伟打工的，冒充曾经的帮助者，接受新参与者的钱款。这证据不挺好的吗？这是一个电信网络诈骗案，依托的是 TTT 网站，服务器在国外，而且啊，网页制作的非常专业。可是抓到这些人里面，没有一个是能制作网页的。你说谁给他们提供的平台？而且最关键的是，王伟他们掌握的40多张银行卡里，先后接受过60多亿人民币，其中1多半全都汇到了地下钱庄。跨国诈骗。我觉得王伟没有本事构架这种犯罪活动。你还是怀疑夏海，可是夏海已经在监狱服刑2年了，这是个死扣。不管怎么说，先查一查吧。好。你再待会儿。好。你等等啊。可儿，来写作业了。来了。好，让刚刚给你写作业啊，等待着啊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啦？啊，爸，我妈呢？还没下班呢，快了吧？你等着啊，我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哎，收拾收拾，赶快下来吃饭了啊！先生，菜做好了。啊，行，趁热吃吧。太太也快回来了，等她回来一块儿吃啊。哎。爸。啊。你看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看这是什么？哇，哎，姑娘，你当上检察官了？转一圈，转一圈，让老爸看一看。哎呦，太好看了，太帅了！哎，老爸是不是要给你敬个礼啊？爸，我是检察官，又不是警察。我看着都差不多。哎，太帅！哎，老爸给你拍张照片啊。站好啊！爸，你快点，我都要笑僵了。合着再来一个，太漂亮了啊！1、2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好看。行，回头老爸就把这一张啊放大的，哈哈，放大一点，挂在这儿，怎么样？正中间。不要，我才刚进检察院，等我正式当了检察官，你再挂，行吗？行啊，闺女，学会理性低调了。
对呀，我们检察院说了，要忠诚、为民、担当、公正、廉洁，怎么样？够不够规范？规范，挺规范的。哎，爸，你手上有油，从我身上。不好意思，老爸太激动了。老爸呀，就喜欢你穿制服的样子。哎呀，我闺女当上检察官了，这说话水平也不一样了啊！什么忠诚、为民、担当都来了啊！那老爸以后就是检察官的家属了，这个说话水平也得提高提高。哎，不过爸，大家可说好了啊，这件事儿千万不要走漏风声，让马珊珊知道了。我呢就偷偷的先办完手续，咱们给他来个先斩后奏，万无一失，怎么样？不会吧？你说你妈看到你现在穿上这件衣服这么帅，说不定她改变主意了。怎么可能啊？马珊珊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啊？我现在一想到她看我穿这身衣服的眼神，我就觉得害怕。不行，太可怕了，我要去换了去。那行，那你先把衣服换下来，藏起来啊。那个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得加道菜，弄条鱼，开瓶酒，咱们得庆祝一下。哎，不行，这也太明显了。明显吗？那要不我就说他辛苦了，给他做的，怎么样？耶！谢谢老爸。阿姨啊，李婶啊，来，加道菜。提醒你们一下，这次名为培训，实为摸底，表现不好的可能不能留在这儿啊。啊？我们不是已经被分到尹处手下了吗？这都是暂时的。这是2起命案中被害人的尸检报告和照片，你们1人1份。还有照片啊？认真的看里面每一张图片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比如说，被害者身上有多少处刀伤？尹处现在还在开会，等他开会完，你们一一向他汇报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在里面看呢。这凶手可真够闲的，捅了30多刀，刀刀避开要害，只有1刀致命。你怎么了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看恐怖片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只要一看完，所有的细节都会印在我的脑子里，一直都挥之不去。哦。给我。谢谢。16刀。拿走。怎么样？有什么结果吗？你先说吧。16刀。分别在哪儿？我没有记位置。你是没有记啊，还是压根儿没有看？你心里最清楚。照片作为最重要的证据之一，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你当什么检察官？检察院大门在哪儿？你过目不忘不会找不到吧？还有你严略，这么喜欢帮助同事，以后姜文杰的案子都交给你好不好？是我逼他帮我的，下次我会注意的。把档案给我吧。尹处，我知道这是很重要的证据，所以我想留下来好好研究，可以吗？
可以，但不能外传。好。作为一个检察官，细心、耐心、专注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任何一次疏忽，错过任何一个证据，都有可能让你离真相越来越远。是。是。进来。您说。今天下午没有培训内容，单位边上的法院是我们的对应法院，你们可以去听一下庭审，刑事的、民事的都可以。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固然是好的，但是现在到了你们该抽离的时候。好。好。任略，又是他。你认识？不认识。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人民陪审员入庭。请全体坐下。报告审判长。审判工作准备就绪，可以开庭。好，现在开庭。审判长，我方有新的证据递交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被告人钟莹女士和她母亲的病历资料。根据证据显示，被告人钟莹女士曾经被医生诊断为有精神分裂倾向，而她的母亲恰巧也患有精神类疾病。所以说，钟莹女士患有家族遗传性精神病的可能性极大。我方提出，孩子的抚养权理应由我的当事人魏清明所有。不行，你这是诬陷，我没有精神病，你们不能抢走我的孩子。肃静，肃静。清明，混蛋！你们都是混蛋！你们已经抢走了我的财产，现在为了抢走我的孩子，连这种借口都想得出来，你们都不是人！肃静，肃静！这么骂都没反应？他是故意的。故意的？故意激起对方的愤怒，导致对方情绪崩溃，这样有利于佐证他对于对方无法做一个合格母亲的控诉。审判长，您也看到了，鉴于刚刚钟莹女士的过激反应，我深度怀疑她现在的行为能力能否做一个母亲，更何谈保护一个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了。任天宇，你会遭报应的！你还我孩子！请安静，被告，请注意你的情绪。哭得好惨啊！您考虑清楚，一旦证据坐实，您的妻子不但会失去抚养权，以后也很难见到孩子了。是前妻。这都什么套路啊？为了打赢一场官司，不惜逼疯一个女人。希望以后我们出庭公诉，不要遇见他。遇见他？遇见他更好，肯定能赢。任略，请你多谢啊。放心吧，下个月判决书应该就会下来了。我就说嘛，任略肯定是靠得住的。哎，对了，我朋友那个案子，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的。
我该怎么谢谢你呢？只要您记得您说过的话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当然记得了，只不过公司的法律团队一下子都要换掉，确实需要点时间。再说，他们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大体上还是靠得住的。魏总还真是重感情的。任略，那个刑事案件证据链还是不错。这不有点麻烦了吗？任略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下周一来我公司签合同。也行。任略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哎，看见没？这男的明明自己有小三儿，说老婆精神出了问题，简直就是丧心病狂。气死我了！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是吓唬他的，他这种人哪有什么信用可言？看出来了，所以我就把证据链不足的事儿给说了。你做得很好，越来越好。亏我当初还觉得他不错，切，哎，真是看走眼。哎，我的包！哎，在这儿等我。多管闲事是吧？今天就好好教育教育你。你说，你的包，你还好吧？还行。看什么呢？英雄。